我就听到我自己心里面有个声音，是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讲，他说所有的理财从来不是数额，而是一种习惯。存款不管是多是少，它其实就是习惯。这跟谁讲的一模一样？你知道，原子习惯 James Clear 讲的一模一样。每天2分钟，你一年基本上就有700多分钟在你想要做的那件事情上面。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跟他讲说，学弟不好意思，其实刚才10%只是一个象征而已，不一定要10%。你说你现在目前的话几乎不能存下多少钱，但会超支吗？他说我尽量控制在我的花费少于3万块钱以内。我说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做一个实验，你从这个月开始呢，不要存10%，如果存1%可以吗？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宾是这本书《财务自由心理学》的作者郝旭烈来到我们节目。郝哥已经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他来我们是第3次了。对，那第3次每次我们都聊的就欲罢不能。今天一样也是第2期，然后我们来继续聊聊有关财务自由心理学这个相关的 topic。刚刚郝哥讲的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比如说财富它是个客观的，那自由却是一个观点。那我们可以从自由是比较可控的，你可以从我们郝哥上集有讲到，就降低你的欲望，或者是提升你的能力，都是自己控制的，那你就有自己要选择，你是要降低你的欲望，还是要提升你的能力，那你来选择。那我觉得有选择权就是有自由的开始。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想问有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然后今天跟我一起联合主持的就是国荣，也是理财小时候读书会的一个主持人，然后他也准备很多问题，那我们请国荣来问几个他心里面想很久的问题。看你们2位学弟在一起，特别开心，真的是从大学时代的大学长一直到现在，对啊。刚刚就是想到问郝哥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也算是极度内耗的家伙，那我也是，对，所以呢，在上一集里面呢，因为本身我之前是做金融交易的，所以在过程中我经历过很多天人交战，还有对完美主义，还有很多工作上的一个焦虑的一个过程。那近期也有思考到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嘛，就是人生最后陪伴自己的是变老的其实是自己。没错。那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己不放过自己，无法饶过自己。所以我想说，针对这个议题，我们到底如何跳出我们这样内耗的一个过程？想说郝哥这边有没有一个跟我们分享？其实就像我们上一集郝哥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曾经是睡眠不好然后这个才发现是自己把自己逼死，然后把自己逼死呢，如果还好没有死，如果死掉就完蛋了嘛，对哈。但是你还没有逼死的时候，知道自己把自己逼不是件好事的时候，你才开始寻求说，那如果不把自己逼死的话，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后来发现真的很好因为你太睡眠睡足了，然后呢，你工作不要工作那么多，那反而绩效又往上提升了，所以你就开始知道，原来有2条路一条是把自己逼死，然后逼死的情况之下呢，你会让自己的绩效不好，还会让自己死，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让自己留有余裕，不仅让自己活得比较自在，而且绩效还很好。那如果这2条路放在你面前，会选择哪一个？通常没有人会想要选择前面一个。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不要自责说我们会想要追求完美，把自己逼死，因为你从来没有逼死自己的这种所谓欲念的话，你不知道不逼死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就像国荣跟着有志你们来做这个节目好了，你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节目你也不知道这个节目会长成什么样子，是吧？对。当你做了之后，你才发觉原来做这个东西还不错。但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后来我发觉做这个 podcast 我不喜欢，我说不喜欢你也试过了，对不对？你说 YouTube 不喜欢你也试过了，你总要试过你才知道嘛。所以说这个选择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选择，你不叫做选择，你总要做过之后你才有感受。所以为什么讲说这个内耗它本身呢也是一种选择的过程我还记得那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大熊猫与小小龙》那个大熊猫跟小小龙呢他们是一个这个叫做算是绘本，然后春夏秋冬走的过程当中，一开始要出发旅程的时候，那大熊猫就问小小龙说：“哎呀，这个我们要出发了请问一下，你觉得旅程比较重要还是目的地比较重要？”然后小小龙跟他讲说：“我觉得旅伴比较重要，就自己嘛。”是，所以其实所有的决定都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而针对内耗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要求自己完美本身不是件坏事，但是你要知道自己
有没有不内耗又能够做得很好这件事，你只有让自己试一试。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这样做，你就会一直内耗，但你从来没有不内耗的时候，让自己知道不内耗也会很好的话，你就一直觉得只有这样才会最好。你知道真正难的哈，是给自己一个选择啊。对，是给自己一个选择啊。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大熊猫与小小龙，其中有一段，因为它春夏秋冬其实就人生的四季了。有一段呢是大熊猫跟小小龙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那个大熊猫就说：“我们好像迷路了耶，不知道怎么选择嘛。”然后小小龙就说：“我们确实迷路了，但还好，每当我迷路的时候，我身边都有你在。”给自己鼓励啊。我们人生在世，有两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们终身追求的伯乐，可能只是改变想法的自己。但如果你自己都不给自己机会的话，你总在告诉自己不行的话，坦白讲，你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所以记得有一次我去上 podcast 的时候，别人问好哥说：“好哥，你觉得成功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我说以前都觉得要努力干嘛，后来我说就是不自责，不要自我纠结，不自责。因为当只有你自己不自责的时候你才会给自己一个鼓励加动力，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后来每次我跟别人讲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着镜子，对他说：“哇，你们长得这么帅！”你每次他说：“好哥怎么那么矫情啊？”我说：“你想想看嘛。”我说：“你喜不喜欢别人称赞你？”喜欢啊。我说：“你喜欢别人称赞你，但别人不称赞你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做什么事情啊。就像我常讲的，要求别人是痛苦的根源，要求自己是幸福的开端。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称赞你连你自己都羞于给自己称赞，你不是有病吗？对，是不是？所以当你要称赞自己的时候，我还记得听过一句话是来自于老高跟小莫，他说：“当你称赞自己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的根据。”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什么叫不要根据？他说：“你不要说，哎呀，我觉得你真帅，不要前面加句，我觉得你比刘德华帅，那个就觉得欺骗自己了，知道吗？不要有根据，你只要说觉得帅就可以了真帅，帅是一种主观的认定。我觉得这个镜子里面帅就是帅，所以一根据就叫做比较，不要根据。你要没有条件的称赞自己，因为你已经存在了。对，这叫什么？这叫自由。这叫你选择给自己鼓励，这件事情叫自由。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通常我们小时候学这些话，一不小心就会形成一个内在的限制性的信念，包含我们讲说自我感觉良好。有一次别人问我说：“好哥，我怎么才能够避免自我感觉良好？”我就跟他讲说：“我一辈子都在追求自我感觉良好。”你知道我怎么叫避免自我感觉良好？我说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没有对别人不好，有什么不好？我讲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自我鼓励的概念你要鼓励自己，我其实已经不错了，我真的很好，你才会让自己觉得开心嘛。就像我们小时候从小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10之8九。如果从小你爸妈就告诉你另外一句话，叫人生如意的事10之8九，你整个想法会不一样，对，是吧？所以传承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我们怎么想。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听到韩鹏杰老师说什么叫文化，那个专门讲道德经，他说文化就是文字的教化，你怎么说你怎么写，你的脑袋就变成什么样子，就变成那个样子，就叫教化，就变化嘛。所以千万要非常小心我们去看待我们自己的语言跟文字，而这件事情会形成我们的信念。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次跟这个国中，你们读过三民主义吗？有，太好了，还考过，还可以聊两句以前我们讲说，思想就是信仰，就是力量。以前感觉不出来，你知道吗？可是很有趣我们在读三民主义，思想就是信仰就是力量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考试，对不对？可是你读《与成功有约》的时候，史蒂芬·科维讲的一模一样的话。他说你的思想会影响你的行动。你的行动会决定你的习惯，你的习惯会决定你的品格，你的品格会决定你的命运，是不是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所以你怎么想，你就会怎么成。那让自己要怎么想的话，不是只有你现在的想法。又回到我们上集特别说了，你要多看，你要多看才有更多的想法，要找出一个对你比较好的想法，你才不会告诉我自己，我只能陷在这个井里面，叫坐井观天嘛。你才能跳出这个井，让自己寻找你更大的一个自由嘛。我刚刚听到好哥讲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财富自，就像我们节目 slogan， 其实大家追求自由，可能是在追求选择权，可是常常没有给你选择权是你自己，你没有给自己选择。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没错，没错。最近我看这个樊登老师的主讲模式的时候，他说就是悲观基本上是一种傲慢，对乐观是一种谦虚。哇，第一次听到这种感觉。他说悲观为什么是傲慢呢？就是悲观常讲我不行，
然后昨天呢，我跟这个宇哲老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宇哲老师用一个非常形象的东西，好，他虽然不在啊，但是宇哲老师，我把你的精神带到了，我们把它 key 上去，对 ，key 上去。他就说，他就非常喜欢一个这个漫画啊，他讲哆啦 A 梦，我就觉得他跟我不是一个时代的，我叫小叮当啊。他说，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说你不行，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从那个时光机里面跳出一个20年后你的自己，对，然后他跳出来之后，他会说什么？他一定会给你扒了，他告诉你，凭什么你说你不行？对，这就是傲慢，你等于否定了未来的自己，你凭什么否定你未来的自己？当你有这样概念，你就会谦虚，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可以，我试试看，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乐观其实是一种谦卑。哇，这是2句话，我在主角模式，我说光这本书，我这2句话就已经颠覆我原来的观点了。所以大家千万让自己谦虚，为什么？因为易经都说过，谦受益，满招损。所有的64个卦爻里面，只有这个谦卦，就谦穴谦卦是没有任何的凶兆的，全都是吉兆。所以让自己谦虚，知道吗？让自己谦虚是乐观。当你学的越多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乐观是谦虚啊，我一定可以是谦虚，你就不会觉得傲慢了，你就会很开心。就不会内耗了啊！多读书啊，因为我最近在剪那个 PG 蔡志成这个来宾，他在分享他如何探索他合适的投资商品呀，其实就是给自己更多的选择权。没错啊，各种商品他都去尝试，那他自己会去反省，到底这个商品对我的心理状态的影响是什么？最后他选择很多之后啊，可能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选股上面，或者是他不喜欢大盘涨的时候，我自己居然没赚到，所以他最后选择了指数型的 ETF 投资。这当然就是连接到说刚刚好哥所讲的，当你要学习的选择权更多的时候，你就不会把自己困在那边没办法走出来。没错，这个其实跟投资理财有很多的一个状况是很相似的。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哈，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类似蔡博士讲的马桶理论好，对，马桶理论嘛。然后我又最近看那个好哥现在跟女儿这边好家庭的一个频道，Family， 对，然后我就知道你们的家训是想要的太多，想要的很多，需要的很少，需要的很少，需要的不多哈。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像刚刚好哥前面所有的分享里面都知道说，我们的欲望如果能够降低一点的话，我们幸福度一定会拉升。好，那我想要提到的是说，那如何去放下自己想要的很多这一块？好，其实这个不太容易，因为前面我知道都有讲过。好，那到底是，尤其像我自己认为，完美主义是不是自我要求的完美主义，是不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欲望？可以这么说。回过头来啊，因为其实刚才这个有志跟就是国荣，你有看到好哥进来的时候，不是背了一个箱子吗？对啊，那个箱子的话是好哥从小到大学的二胡嘛哈。我大概是2个多月前重新就是拜师学二胡啊。对。那每次拉二胡的时候啊，我是从头开始学啊，因为其实我学了大概我是国小1年级开始学二胡，然后没想到这个学着学着呢，现在有空了有闲了啊，再去学二胡的时候，发现以前的姿势全错的啊，全错。那回过头来，当你发现全错，你会觉得难过还是开心？通常难过，对不对？但我很开心，因为我才知道，如果我拉对的话，应该会拉得更好。包含我在练这个长弓的时候，就是很无聊的这个功法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好爽。所以本来这个像老师给我说，每天只要练个15分钟就好了，没想到我光练空弦一拉就可以拉40-50分钟。所以这就是我们想到的心流状态，你知道吗？那重点来，我拉二胡，你不一定要跟我拉二胡，但你要找到你喜欢的东西。那重点是什么？当我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没有花很多钱，你知道吗？我没有花很多钱的情况之下，我还可以找到我的快乐，这叫做另外一种选择。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你有各种不同的选择，你会执着在一个所谓成就感上，你没有达到，你就会觉得很空虚跟内耗。人生是非常多的选择的，你可以做这个，你也可以做那个。就像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想要去骑脚踏车跟跑步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有试过，就是你不习惯。当你不习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不行。当你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你又陷入所谓的悲观模式，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啊，我们如果人生有这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告诉自己我只能做这个的时候，请问一下，这个决定谁下的？自己下的。我就讲最简单的，这个国荣，你有去攀岩过吗？
没有，对不对？但你看了 Alex 之后，你会不会更觉得攀岩这件事情不太可能，对不对？是吧？你会觉得哇，他这么难，对，这么强，对不对？你看，我们常常都是看了非常厉害的人，会觉得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所有的学习，它都是从小时候开始的，理财小时候出来，对不对？哈，没错。我就有一句话，也是我的名言，跟我们这个节目有关。我说，所有人啊，都有小时候，是每一个人都有小时候。朱元璋也曾拉犁头，没错吧？对不对？拉犁头也能当皇帝啊！所以前段时间我刚好看到个短影音，他说每一个人都忘了你曾经在爬的过程当中想要走路不知道摔了多少次，但是你从来不会在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说林北机器人不爱够走路啊，不可能，对不对？你只想走路，你不会想要放弃。但是为什么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很容易告诉自己我不行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当你能够理解到这件事情，它本质就是你坦白讲，你就做做看嘛。你如果做这个不行的话，先不要讲完不完美好了，你至少要知道说这个不行的话，我还有其他个，这个不行还有其他个，让你有多点选择权的话，总会找到你做起来会觉得很舒服的地方。但如果今天你觉得你不行的话，你连尝试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了。所以为什么有2句话我非常喜欢？我说尝试啊 ，try 那个尝试会带来见识。你是这个，是那个，是那个，是这个。当你见识越多的时候，你才会更有胆识。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我不是只有这一项而已。你才会让自己不会只有看到这件事情，而有更多的选择权。你才不会太过于执着，因为每一个人总会有你自己喜欢又能够做到很好的，像投资也是一样啊，从来没有人规定说你一定要投资股票啊。有人的话他就可以投资这个房地产啊，有人是可以投资艺术品啊。真正关键是你要喜欢，找到你喜欢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在做一件工作了。所以包含这个查理芒格跟巴菲特他们90几岁的时候，在开波克夏海瑟威的股东会的时候，别人都问他说：“哎，米聊老大哥，这90几岁什么时候退休啊？”那查理芒格基本上从来不说话嘛，都交给巴菲特说。巴菲特说：“我们又没在工作，为什么要退休？”大家理解他这句话核心的概念，他不觉得他在工作，他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如果你没有找到你喜欢的事情，也试着先把你现在目前做的事情做到好，因为有的时候它不是让你找到的，而是做到的。如果你都没有做到很好就放弃掉的话，某种程度上面你也不会在这件事情让自己有成就感。有时候成就感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它是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而这个不习惯到习惯就让我们升维了。每一次的升维都会让自己有那种喜悦的感觉，这件事情我也是降低我们内耗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想挑战好哥一个点，你刚刚说自由就是要跟欲望有关系嘛，要么降低欲望，要么就提升能力。那我想问看好哥，你有没有什么被欲望绑架的经验？就明明知道说这个其实不一定要做，可是就是很想做，然后很想证明自己。多了人，像刚才上一集我们那时候就讲过啦，你要只觉得自己很强啊，老板给我们东西的话，一定都使命必达对不对？一定得使命必达。你知道我那次因为睡眠不好啊，然后跟老板有6段对话之后，有一次老板还特别问我，他说，因为那时候我主管也知道我是做专案经理嘛，对。然后有一次老板就跟我说，你觉得专案的本质是什么？哇，我想都不想就说如职如期如预算，哇，对不对？跟课本一模一样的答案。我说如职如期如预算，就是要计划一旦基本上出来的话，叫使命必达。然后他立刻就回我一句：“你有病吗？”我说：“老板你怎么这样说？”他说：“什么叫做计划出来一定要使命必达？你忘了吗？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 slogan， 叫‘计划赶不上变化’嘛。”他一说完之后我就懵了，你知道？他说：“如果计划赶不上变化都是我们认可的，那执着于计划不就是个笑话吗？”哇，一句话基本上把我从梦中打醒。他说要水一样，该怎么流就怎么流，要顺势而为。所以为什么老子讲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要能够活得下去，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活不下去就都没了啊。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讲说你这个放弃也好或做不好也好，某种程度上面无所谓的啊。这个欲望有没有这个一定要做到？坦白讲我当时也想要做到，但睡不好啊，怎么办？睡不好之后你快死掉了，所以这个护士
帮我一个忙，才知道说你的想要未必是真想要。哎呀，这个事情太多了。包括2012年我要回来，国荣也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从大陆回来，就是因为身体快挂掉了，本来想要赚钱的，对不对？本来想要赚钱，忘了赚钱是拿来买东西的，所以本来只要去2年的。后来人家说，好哥你为什么去5年？我说因为钱太多了啊。为什么把身体搞坏？我说因为钱太多了。那为什么要回来？好，因为发现钱太多，命快没了，对不对？对。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金钱可以越赚越多，时间只会越花越少。但很多的时候啊，本来金钱是工具的，但我们一不小心会把金钱赚着赚着，它变成目的。而当变成目的的时候，你就忘了你原来有更重要的目的这件事情哈，你要重新拿回来啊。那这个东西什么？这叫做让你的欲望做一点改变。欲望好不好？好，就是除了赚钱之外，我要赚回我的健康，这个很好。除了赚钱之外，我要赚回我的闲，也就是自由的选择权，那4个轮子很好。我要能够赚回来，我钱够了，我就要回来在乎我的关系。就像今天我跟有志你们国荣聊天之前的话，我跑回家跟我妈吃饭嘛，这已经10多年来已经固定了嘛。那这叫什么？这叫做你把时间定下来之后，你就回去把培一个 schedule， 就变成是你给自己的一个叫做成就感。所以我常讲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赚钱不是件坏事，但后来我在这本书特别提到，我说钱其实是附带而来的产品。怎么说呢？你今天有闲的时候啊，你就会让自己变得不一样。你可以读书，你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就像我自己常讲的，要让自己变得不一样的话，你要存3个东西在身上：身价提升，存脑袋的知识，知识拿来用，存身上的能力，把能力呢能够利他助人，叫存人心。所以存知识、存能力、存人心之后，你这个价值越来越好的时候，那自然而然你的薪资就水涨船高嘛。那更重要的关键是你身体要很健康啊。就像我常常去做这个企业内训的时候，别人都问我说，好哥你们企业内训接这么少，我就说你希望我每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是精神奕奕的还是精神萎靡的？他说当然希望精神奕奕的。我说对啊，那精神要意义的话，我就只得接很少，才能让我每一次的叫做讲课都是一次精彩的演出。那这不就是身体健康吗？还有最重要的关键呢，你希望就是你赚到钱之后，是说家庭关系非常破裂的，跟朋友之间就是20-30年之后才见一次面的，还是就算你赚了钱之后没事可以跟有志跟国人聊聊天？当然希望是后者因为你赚了钱最重要的关键是跟别人喝下午茶聊天嘛，对不对？而这个东西呢，就都跟闲有关，你知道。而回过头来，当我跟国人跟有志聊天的过程当中，你搞不好报一些名牌对不对？我报一些好事我搞不好就赚钱了。所以大家想想看，当你有闲的时候能够提升价值，当你有健康的时候，你提升自己能量；当你有好关系的时候，你会知道更多不同赚钱跟不同思维的方式，钱会随之而来。当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钱这件事情它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我们的工具之外，是当你在乎其他3个非常重要的3支支柱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副产品而已。而这个钱呢，会在帮助我们在3个副产品里面越来越好，你就会觉得很快乐了。好，那我来帮我们节目的观众问个问题。我们之前有做一个问卷调查那这个问卷调查我们就问大家有关投资理财相关的问题，你有遇到什么烦恼？然后他们很多烦恼是说我钱不够没办法理财，或者是说我知道理论我都会定期定额，然后我就是一直做，可是我看到我的资产一直都没有长大，也就很焦虑。然后他还会提到说在 Facebook 上看到什么人做得很好，非常厉害。然后我会觉得说，某种程度从书里的角度来讲，就是 Facebook 跟 IG 可以说是让人越来越难自由的那种状况，因为你就是比较，然后去追求，你欲望就会这样高涨。可是他又离不开 Facebook 跟 IG 或是一些社交网络。那我就想请好哥给像他们有这种焦虑的一些小的步骤，比如说除了观念以外，就是说那他应该可以开始做什么事情，就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开始做，然后他就很像客厅里一个鲜花一样，因为你摆了一个鲜花，所以你觉得桌子太乱，我们整理一下桌子当然整理一下，我墙壁应该粉刷一下。那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正向循环会对大家很有帮助，所以也想请好哥也分享一下。因为刚刚好有2个实际发生的故事，有一个故事我是写在之前致富觉察里面，另外一个故事是我写完这本财富自由心理学的时候，有一个粉丝就是这个私讯我的故事。我那时候在写致富觉察之前好哥都写一些跟财商相关的嘛。有一次我去演讲，然后演讲之后呢，就
后续有一个观众就过来找我聊天，因为我在那场演讲的时候特别提到，我说啊，一定要存钱啊，存钱一定是理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没有钱的话呢，你就根本没有投资的机会啊。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的雪球说一定要把存钱当成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就跟所有的观众讲啊，说哎呀，一定要把你的所有收入先存10%下来啊，10%。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看一本书叫《巴比伦的致富之道》，还有另外一本书呢叫做这个获利优先，都讲10%。我说我大累累的，你知道，就讲10%。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一说出来的话哈，很多时候都假币假币给，你知道吗？就觉得10%没什么。结果那个男生过来之后就跟我讲说，哎，学长啊，一听学长就是跟我同校，我说啊，是哪个学校？他说我是你正大的学弟啊。我说啊，你好，很开心。他说，学长，你刚讲的还算蛮有道理，这还算跟蛮啊，听起来就很讨厌。但我看他这么谦虚啊，就绝对不是来挑战我的。他说，可是学长真的，我是南部上来的孩子啊，我今年刚毕业，我一个月就差不多3万块钱。但是我把这个租金呢扣掉之后，交通费扣掉之后，这个餐食费扣掉之后，我几乎没有任何钱可以留下来了。我连出去跟别人吃饭都不敢，更不要讲买衣服了。我实在是很难存下10%。我刚听你这样讲完之后，我好焦虑。你知道那时候我听完之后，我有点后悔啊，后悔我讲为什么要10%。然后刹那之间我就听到。我自己心里面有个声音，是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讲，他说所有的理财从来不是数额，而是一种习惯。存款不管是多是少，它其实就是习惯。这跟谁讲的一模一样？你知道，原子习惯的 James Clear 讲的一模一样。每天2分钟，你1年基本上就有700多分钟在你想要做的那件事情上面。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跟他讲说，啊，学弟不好意思，其实刚才10%啊，只是一个象征而已，不一定要10%。你说你现在目前的话，几乎不能存下多少钱，但会超支吗？他说我尽量控制在我的花费小于3万块钱以内。我说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做一个实验，你从这个月开始呢，不要存10%，如果存1%可以吗？1%就跟没有存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注意听哦，跟没有存是一样，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啊。存1%存300块啊，对不对？他说学长，存1%不是跟没有存一样？我说你不要管，你就存1%，就让你自己知道我有存钱，然后试着帮我一个忙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回去再开另外一个账户啊，然后每当你收入进来之后呢，就留下你所有可以花的钱，就在29700块里面。然后只要未来有任何多的钱呢，就直接放到另外一个账户里面去。那个账户就尽量不要动它，试着做1年看看。我当然讲1年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改变。其实这个也是《获利优先》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尽量让你多出来的钱呢存在另外账户，不要就是在同一个账户里面只是记账看不到而已。因为为什么啊？因为就像我常跟别人讲的，青春痘长在哪里最好？长在别人脸上最好，对不对？然后会胖的饼干放在哪里最好？放在别人的嘴巴里最好，不要放在自己眼前。因为对抗诱惑啊，又回到我们财富自由心理学，是让自己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后来我这件事情我跟他讲完我就忘了，然后差不多经过快2年的时间，有一次他就打电话给我啊，我都已经忘了这个学弟。他说啊，学长怎么样？我还回忆想半天，后来突然就讲说啊，我就是2年多前曾经跟我讲啊，我就突然想起来，他说学长能不能跟你约个时间喝咖啡？我说好啊，反正我想我闲没事干嘛，有闲这件事情很重要，你知道。然后他跟我喝咖啡，他第一句话说学长谢谢你啊，谢谢你那时候告诉我存下1%，然后把这1%放到另外一个账户里面，大幅降低了我心中的焦虑。而每个月他说您不要小看那1%，当我看到每个月只存300块钱，一开始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后来第2个月再存300块钱的时候，我就觉得300块钱变成600块钱，存1倍了。然后等到年终奖金的时候，竟然突然在看到那个数字大幅增加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赚到了。他说学长跟你报告一下，经过了2年之后，我已经当个小主管，我现在的月薪是5万块钱，但我仍然保持着原来花29700块钱一个月的习惯。所以我们捡的从来不是钱，而捡的是一种你不想要的那个习惯。所以像刚才有志说啊，常常我存不到钱，我说你只要存钱，就叫做开始比以前来的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原子习惯也好，或者推的另外一本书叫微习惯也好，它核心的概念啊，都只有2个字，叫做累积。复利效应也讲了这件事情，所有的累积都是成绩，千万不要小看一点点。复利效应讲的就是一点点，大家都知道，在嘴巴里面讲一句话，每天进步1%，1年进步37倍，
但是就是那个一点点的自律这件事情，一定要变成一个习惯。它不是自律，它是一个习惯。习惯什么？习惯不是存钱，习惯花29700块钱。当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留下来你将来想要的那个资产了。所以其实大家今天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可能觉得没有感觉，对？但我说句老实话，有的时候我就常常讲这个故事啊。然后上个月我就这个收到我这个 IG 有一个讯息过来，他说：“好哥，你知道你这故事影响有多大吗？”他说1年，现在也1年了，他那时候8个多月前嘛，哈，1年多前，我听到讲是现场演讲讲的故事后，他说原来300块也可以啊。他说我事实上每个月都可以存3000块来，但我都把它花光，因为我觉得3000块不怎么样。所以听你讲完之后，我就刻意变成定期定额，他去存 ETF，他就存 ETF。他说没想到，他说存钱会让人家上瘾的，因为一开始我只存3000块钱，但是存着存着，我发觉其实我少花1万块钱也可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存1万块钱。他说现在目前他每个月都存1万到1.5万以上，他说1年的话就将近快20万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所有的累积呢的核心概念，除了累积就是成绩之外，它会让自己开始从原来觉得很痛苦变成上瘾。所以不要坚持，它是上瘾。当你看等成绩越来越好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自己可以。只要你今天可以，你明天就可以；你明天可以，后天就可以。你一直可以的话，你这辈子哈，你基本上就告诉自己：哇塞，我怎么这么帅？我真的可以。好吧，从今天开始回去给自己一个账户，就算300块都行，30块都行。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好哥来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觉得这本书是真的蛮值得大家再仔细看好几次，看1次不够，看2次。谢谢。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好哥再深入聊更多。我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好好的看一下，就是里面谈到很多，我觉得是一些避免焦虑或是你一些心理状态的一些议题，我觉得很值得一看。我们今天谢谢好哥来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拜拜，谢谢。